在此次事故的救援过程中，我国还启用多颗卫星提供图像和数据支持，对东航 MU5735坠落地点进行3维建模。多颗卫星及时发布了事故现场前后的对比图，为搜寻工作提供重要支撑。其中还动用了高分3号卫星、高分4号卫星、高分1号02卫星，对事故发生区域进行了3次观测，第一时间将观测结果提供给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及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等单位。所谓高分卫星及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能够提供高分辨率、高定位精度的图像与数据。高分3号卫星具有分辨率高、成像幅宽大、辐射精度高、成像模式多和工作时间长等优点，适合在夜间发挥作用。高分4号卫星可长期驻留固定区域上空，同时配置了中波红外相机、可见光近红外相机，十分适合在发生火灾时进行监测。而高分1号02卫星则适合在较大区域内进行观测，可减少遗漏其他重要信息。这3颗高分卫星的及时相应，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给应急救援和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应急响应决策提供一手信息，也将在后续的事故调查评估中继续发挥特有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用卫星来拍呢？因为它一次破顶可以拍摄的区域呢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飞行事故往往不是在一个点上就坠毁就完了，它可能在这个失事过程中呢出现一些严重的掉块啊，或者某些部件脱落，它离真正的事故点啊距离是比较远的。那么如果你靠人去搜查，有可能根本发现不了，特别是一些大的部件掉落了10公里、20公里，甚至是几十公里以外，通过卫星一拍，马上清楚了。那么接着根据卫星图像，我们再派出无人机，对一些相关的区域进行更细致的搜索，就有可能准确的对这些残骸的散落地点做出分析判断。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这是一次极为罕见，甚至可以称之为离奇的事故。经鉴定，飞机大部分残骸集中在主要撞击点周围半径30米左右的核心区域，深度从地表向下延伸大约20米。这样的撞击点形态说明了飞机触地时姿态非常陡峭，速度异常巨大。吊诡的是，目前公开的飞机各项指标似乎都指向正常。该客机于2015年6月22号引进，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维修，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该航班3位飞行员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而在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适航，无危险天气。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机组没有挂出任何紧急代码。